各位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3届中日围棋擂台赛。上盘棋我们讲到，在四川成都，刘晓光取得2连胜。1987年7月19日下午，大雾茫茫，首都机场及其周围的景物都被浓雾笼罩，半隐半现。中方战将刘晓光8段、王群8段、主将聂卫平9段等一行6人来到机场，飞赴日本。飞机掠过烟波浩渺的大洋，傍晚时分抵达细雨笼罩的大阪。之后，一行人乘坐新干线赶往赛场广岛市。广岛因经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洗礼而闻名。夜幕降临时分，一行人抵达了下榻的广岛大饭店。秀行先生打来了长途电话。秀行先生说，小林觉棋风严谨，不可轻视，希望刘晓光和小林觉都能够发挥出最高水平。在此前的第2届中日擂台赛当中，小林觉战胜了刘晓光，刘晓光此战也志在复仇。7月21日上午，云消雾散，天气晴朗，刘晓光身穿一件淡灰色西装，走进广岛大饭店3楼的对局室，10时整，对局正式开始。执黑的刘晓光再度布下了自己精心准备的中国流开局，白棋应以2连星，下一手白棋挂，黑棋跳，以下是当时的常见定式。接下来黑棋选择在下方拆，两翼张开，白棋则马上挂角，限制黑棋阵势。对此，黑棋的选择依旧平稳，下一手再次飞，白棋拖在3-3，黑棋搬完之后立下去，破坏白棋眼位，白棋再拆，这也是中国流当中的经典套路。接下来黑棋在左下先手挂完之后，回到左上挂角，继续抢占大场。聂卫平9段此时在研究室当中说道，双方都对这个布局有深入的研究，这都是在预料之内的下法。但接下来小林觉却下出了2路飞的手段。这手棋走完之后，刘晓光将右腿搭在了左腿上，目视棋盘思索起来。片刻之后，黑棋选择了在边上高拆3的下法，白棋下一手棋继续在2路爬了一手，这手棋是布局的问题手。白棋实际上虽然有所斩获，但是连续在2线行棋有悖棋理，从胜率上看，白棋掉了10个点。此时白棋的选择，一来如果要在左上行棋，可以在此飞阵，瞄着黑棋空中的打入，同时准备扩张上方，大致黑棋下一手考虑在此尖冲，限制白棋的阵势，这样是平稳进程。或者白棋在右下一带飞阵，也是眼见的好点。这手棋一来走畅了自身，二来随时瞄着黑棋空中的打入以及上方打入反击的手段，这样双方还是5-5开。实战当中，白棋2路一爬，黑棋下一手果断脱先，在下方跳起，对白棋发动进攻。白棋自然不能忍受被封锁，接下来跳，黑棋冲，白棋选择了挡住的下法，这也是常见的招法。这一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在黑棋冲的时候，白棋靠在此处，黑棋搬，白棋长，黑棋顶，白棋粘住，接下来黑棋单并，白棋在中央出头。这是1987年中日对抗赛当中马晓春与加藤正夫的实战对局，这样白棋出头顺畅，黑棋两边实力得到巩固，也是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。实战当中，双方下出了另外一个经典的变化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刺，此时如果白棋粘在此处，将遭到黑棋尖的猛攻，白棋再挡的时候，黑棋在外围一尖，这样一来整体的白棋眼位不足，黑棋两边都走到，白棋不满。所以实战当中，你一拳冲我面门打来，小林觉马上踢出一脚，以攻为守，黑棋扳住，白棋退，黑棋不断，白棋再粘，这样通过这个交换，白棋多出了一只眼的眼位，以后这一带这2个点是剑合的好点，白棋必得其一，局部已然活棋。但黑棋两边得到巩固，还得到了先手，当然也无不满。接下来黑棋马上在左上挂角打入，白棋尖顶，黑棋长出，而下一手棋小林觉在左边又搬了一手，
这手棋同样也是还手。此时白棋如果要在这一带行棋，研究室当中的意见是白棋可以考虑在这一带夹，通过进攻黑棋自然进入中央，因为不管怎样黑棋在中央一带还是有一些潜力。或者 AI 的推荐是此时白棋可以不予理会，因为两边的白棋都厚，下一手棋白棋可以考虑直接尖了之后搬粘定型，捞取实地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又或者白棋马上从下方一带打入，也是眼见的好点。但实战当中，小林觉似乎对自己的招法充满了自信，下一手棋在此一搬，黑棋马上在上方拆了一手。接下来白棋从下方打入，战斗正式开始。此时刘晓光的第一反应是想在这个地方尖一手，但是白棋长出，黑棋在飞攻的时候，他担心的是白棋在此靠，黑棋搬，白棋长，如果黑棋在这一带硬来的话，那么白棋有在二路点的好手，这个黑棋不好应付。如果黑棋在此并的话，白棋断先手，接下来冲完之后在此一夹，一旦白棋在这一带连回将黑棋吃住，黑棋自然不满。那么如果黑棋只能退让粘在此处的话，白棋冲完之后在此一跳，由于黑棋自身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，这个图下起来也很有风险。刘晓光此时没有敢于这样选，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最沉稳的应对，尖在右边，这也是好手。接下来就在刘晓光推测白棋是会选择飞被黑棋尖住，还是选择靠了之后连扳的下法时，小林觉也下出了出人意料的手段。此时白棋没有出动这颗子，而是在左下跳了一手，静观黑棋的动向。这时已是上午11点30分，刘晓光略作思考之后，下一手棋选择了尖在此处。王群八段评价这手棋是财迷的一手，而对局室中这手棋一落，小林觉似乎感到意外，他双手支着膝盖，上半身全部倾倒在棋盘上方，凝思了许久之后未加理睬，下一手棋选择了跳出出动这颗子的手段。而研究室当中，聂卫平九段认为双方的这两步棋都稍有疑问，他建议黑棋的43手直接在此堂堂正正的跳起即可，这样一来支援了左边的这颗子瞄着以后在这一带封锁白角的手段，同时对于这颗白子也是一种威压。而白棋在黑棋尖的时候应该考虑直接在这一带点，试探黑棋应手。如果黑棋挡下，那么白棋搬粘成为先手，接下来可以在此贴出，这样看清这颗子，黑棋两颗子被断，整个左边一带白棋形成攻势，黑棋不满。而如果黑棋压的话，白棋则可以考虑爬回，在边上就地做活，这也是人工智能的观点。我们继续回到实战，实战当中白棋在此跳出，此时黑棋的胜率已经接近了 80%。 下一手棋黑棋马上在脚步加了进去，从此处开始之后的40余手棋，刘晓光九段仿佛人工智能附体一般，30余手都是一选，剩下的几手棋也都在3选之内。我们继续来欣赏下一手棋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则马上再次度过，这样一来黑棋破掉了白角，已经弥补了下方一带被白棋打入之后的实力损失，而白棋的这块棋还将遭到黑棋的猛攻，所以现在是黑棋优势的局面。但当时研究室当中认为双方还是乱战。下一手棋小林觉点在下方求战，此时是中午12点，双方鸣金收兵休息。下午1时仅吃了一块西瓜和半个桃子的刘晓光马上再次压住，双方进入了中盘战斗。下一手白棋连回，黑棋长也是眼见的要点。此时白棋小林觉再度下出了问题手，现在白棋应该单粘在此，这样正面迎战，虽然黑棋占优，但白棋还不至于迅速崩溃。而实战当中小林觉选择了先往左边顶的下法，但是黑棋的退又是好手，这个地方白棋帮黑棋变后，
对于左边的4颗白子是有巨大影响的。而现在白棋又不能够直接冲断，否则黑棋有在此冲了之后虎的先手，白棋只好粘住。下一手棋黑棋一冲，这个战斗由于白棋自身有断点，加之气紧，无法与黑棋对杀。如果下方被吃，本局当然马上就结束了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小林觉顶了一下，又不敢冲断，下一手棋只好在2路立下，而黑棋则厚实的粘在了此处。此时黑棋胜率 92%， 盘面领先11到12目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小林觉应该去处理左边的这4颗子，但是实战当中，白棋或许忌惮于这一带黑棋冲的手段，下一手棋在此顶防御了一手。但是在局后的解说当中，聂卫平九段认为这手棋可以称之为本局的败招。从 AI 的分析来看，此手也是巨大的问题手。这步棋白棋应该在左边一带行棋，至于这一带被黑棋冲，白棋可以在此顶了之后搬，黑棋挡住，这个己是先手，这块棋没有死活问题。接下来白棋可以在此跳棋，这样一来，白棋瞄着对于左边这颗子乃至上方3颗黑子的反击，白棋还有一战之力。然而实战当中，白棋在此顶的时候，刘晓光敏锐地察觉了战机，下一手棋黑棋直接从边上逼了过来，这同样是一选。白棋再尖出，黑棋再度下出一选，在中央罩住，白棋左下角陷入苦战。接下来白棋在脚部挡住，希望能够在脚上寻找到眼位，黑棋立下也是眼见的好点。白棋接下来压，黑棋厚实顶住，白棋再加，黑棋虎住。下一手白棋再次打吃，期待着黑棋能够粘住，然后白棋再回到脚部挡。这样一来，这一带白棋争取到了些许的眼位。当然 AI 认为粘住也无不可，依然是白棋苦战。但实战当中，刘晓光下的更为的狠辣，面对白棋的打吃，黑棋针锋相对，马上在脚上冲了进去。这一冲，一来破掉白棋眼位，二来也使得自己脚上多了一只眼。下一手棋白棋提吃必然，黑棋挡住，小林觉再度面临选择。此时白棋如果回到脚部挡住护住眼位的话，那么黑棋提吃愉快，白棋整体不活，只好做眼。但如此一来，黑棋这步飞还是先手。如果白棋在这一带脱先，那么黑棋点是先手，白棋应出之后黑棋一尖，局部白棋没有2只眼。而白棋如果再跟着应一手补活自己的话，那么这样一来，黑棋在这一带搬，整体这一带黑棋完成对白棋的封锁，黑棋局面非常主动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小林觉在此苦思良久，最终他选择了打吃的下法，这是小林觉的疑兵之计。此时黑棋当然马上提吃，现在如果白棋与黑棋打劫的话，白棋是不利的，因为黑棋在下方一带拥有大量的劫财，而全盘黑棋厚实，白棋的劫财有限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小林觉虚晃一枪，下一手棋打吃完之后，直接从2路溜了回去。虽然看似将黑棋打成了迂形，但是白棋在1线2线混合爬行，这个局部形势进一步恶化。这一连串的战斗，黑棋几乎招招一选，而现在黑棋胜率 96%， 盘面领先已经接近14目。下一手棋黑棋再度下出一选，战斗当中刘晓光的实力充分的爆发出来。白棋冲反击，黑棋长出，这手棋依然是一选。下一手棋白棋冲给黑棋留下断点，黑棋挡住，接下来白棋只好无奈的连回，因为这一带有断吃之后打吃的手段，白棋气实在是太紧。下一手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然后黑棋虎在了此处。现在我们看到白棋在左边一带棋形委屈，而中央的黑棋厚实。恰在此时，小林觉再次下出了问题手。这个时候中央一带黑棋的潜力倍增，白棋应该考虑在这一带对黑棋的中央进行限制。然而实战当中，小林觉或许是在左边一战当中被破坏了心情，下一手棋急于挽回颜面的他选择了直接断上去。
但这手棋雪上加霜，他期待黑棋在此打出白棋长，这样一来，白棋将黑棋分段，找到了破坏中央的头绪，白棋还可以满意。但是本局刘晓光之前2连胜已经彻底的找回了自信，没有了对日本棋手的畏惧。下一手棋黑棋直接在外围打弃子，白棋无奈只好长吃住3颗子，黑棋再打，而白棋下一手棋选择了提吃，这也是问题手。此时白棋当然应该长，给黑棋外围留下断点。如果黑棋再贴住，那么白棋得到先手，再从上方一带尖过来。而如果不走的话，那么以后这一带冲完之后有扳断等等的手段。同时即使以后黑棋上方扳了打是先手，这一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，黑棋压住白棋还是可以脱先，黑棋打白棋长，这个地方黑棋不入气。所以实战当中白棋在这个地方提，被黑棋白白抢到了先手，几乎差了一手棋。下一手棋黑棋马上点了过来，白棋此时如果挡住，黑棋压是眼见的好点，这样一来黑棋左边的后卫发挥了作用，全局黑棋实力并不落后。而中央一带一旦形成潜力，这个对白棋的压力是极大的。所以实战当中小林觉也不敢再硬，下一手并在此处防止黑棋压住的手段。但黑棋接下来再一尖，白棋这一带还是无法出动，无论白棋从哪边跳，黑棋都准备马上将其冲断。当然这手棋也可以考虑在此尖的下法，如果白棋硬住的话，那么黑棋冲了之后打，然后再尖，这个下法无疑黑棋更为有利。但刘晓光9段实战当中也有他的担心，他担心白棋贴棋反击，黑棋虽然吃住1颗子，但是白棋在这一带变后之后，那么对于黑棋的中央是有威胁的。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直接封锁，白棋冲黑棋就退，白棋再冲的时候黑棋跳了一手，不给白棋分段作战的机会。下一手白棋在此尖，试探黑棋应手，黑棋退，这样白棋在这一带留下一些借用之后，接下来如何面对黑棋中央的潜力成为局面的关键。下一手棋小林觉选择了直接在中央削过来，这个时候如果普通一些的下法在此跳被镇住，当然不满，即使在这一带大飞之类的被黑棋尖冲也无法忍受。所以小林觉判断不削到这一路无法争胜负。而此时黑棋同样也面临选择，虽然形势上黑棋占优，但如果对这颗子的进攻处理不好的话，一旦被白棋将黑棋中腹的潜力全部破掉，那么黑棋的优势也将荡然无存。而刘晓光9段此时再度展现了其强大的中盘战斗能力，面对白棋这手棋的挑衅，黑棋没有直接进攻，而是在脚步先打一手，接下来再长，继续试探白棋的应手。白棋当然无法忍受黑棋连回，选择了在此吃的下法。但是从局后来看，这手棋白棋应该考虑并在此处，这样同样可以防止黑棋这颗子逃跑，同时自身的联络也更为的完整。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手棋白棋打吃，黑棋先手将左下这一带补强之后，接下来开始对中央这颗子动手。下一手黑棋跳在此处，这手棋一来要封锁下方白棋，这块白棋还没有完全活境，同时也暗暗的切断了白棋这颗子往下方的退路。此时对局室内的硝烟越聚越浓，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，双方在中腹一带展开了刀光剑影的厮杀，两员战将的神色都十分紧张。刘晓光双眸凝视着棋盘，右手拍打着头顶，不断的大口往外呼气。小林觉掐灭了只吸了一半的香烟，腾出嘴来用牙齿咬着领带。此时形势黑棋胜率已接近 98%， 盘面领先16到17目的样子。下一手白棋先在下方扳，处理这块棋的死活问题。黑棋挡住，白棋打，黑棋粘，接下来白棋挤先手，黑棋粘住。但此时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初白棋是退在这个地方的，那么这4颗子是与白棋联络的，而现在由于白棋打吃在2路，接下来黑棋顶在此处吃住4颗子，
价值极大，还关系到中央的厚薄。所以实战当中，为了威胁下方的这块黑棋，间接的支援中央作战，白棋在此又坚了一手。但是这样一来，黑棋再度获得了先手。下一手，黑棋在此一飞，彻底的切断了白棋下方联络，同时也支援了下方的这块棋。这一带白棋如果强行分段的话，黑棋冲完之后断即可，这个冲和这个吃必得其意，黑棋并没有问题。实战当中，黑棋飞完之后，白棋只好开始处理中央，但小林觉也知道形势严峻，此时自然不肯往右下联络，而是挺进黑棋空中，希望就地做活。黑棋下一手在此先刺，白棋粘住，这也是常用的作战手段，将白棋刺中之后，接下来厚实的在上方一尖，而这一带的下法也全都是一选。尖完之后，黑棋自身也没有任何缺陷，同时现在白棋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，上方一带的白棋也不是完全的活棋，脚步挡的价值变得极大。但此时白棋无暇再从脚上补棋，否则刘晓光九段在天元围棋讲解本局时说道，黑棋准备马上在此飞，这样他是非常有把握能够吃掉白棋这块棋的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迫于压力，只好先逃回中央，黑棋则马上挡在了脚上。这手棋不仅是大官子，还关系到白棋的死活。如果白棋现在在这一带补棋的话，那么黑棋尖在此处，白棋依然要面临搜刮，顶在此处也是大同小异。所以实战当中，白棋选择另外一条路，在上方尖，既要增加眼位，又瞄着以后在这一带破空的手段，想要维持实地上的一个均衡。黑棋就后实挡住，接下来白棋需要补活，小林觉也拼尽了全力，先在此挖，然后再挤，还瞄着这一带打吃做劫等等的手段，将局面搅浑。而接下来刘晓光选择了在一路扳，这是他局后非常后悔的一手，因为局后复盘，聂卫平九段摆出了挤在此处的手段，这手棋是局部最佳的下法，也是 AI 的一选。此手走完之后，白棋的棋形异常难过，如果白棋粘在此处，那么黑棋挡住，这样一来黑棋整体厚实，这一带有象眼穿出的手段，白棋依然不活，这个穿象眼也是 AI 一直强调的一个好点。那么这个图不行，而如果现在白棋按照预定计划在此打吃的话，黑棋只需要提吃即可，这个劫白棋还是打不动。而如果白棋在上方补活，黑棋再提，不仅比刚才更厚，而且目数上的收获也更大，这个图白棋更不行。所以这一带被一挤之后，白棋被拿捏棋形，局部已经无棋可下。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了在上方扳，小林觉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下一手棋马上再次打。黑棋此时研究室当中的观点是粘住即可确保优势，但是刘晓光接下来下出了一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手段，黑棋竟然直接在此打了进去。看到这手棋，聂卫平先是大叫一声，随后失手将桌子上的茶杯打翻在地。这手无疑给了小林觉一丝希望，但是从 AI 看来，这手棋恰恰是局部最厉害的手段，直接破掉了白棋的眼位。虽然白棋提吃，黑棋就从二线挡住，白棋这一带无法开劫，因为你断，黑棋提劫，这个劫对于白棋而言太重了，而黑棋在下方一带还是拥有大量的劫财，所以实战当中小林觉没有敢去应，下一手棋在此压，继续逃跑，黑棋提吃愉快。现在如果白棋粘住的话，黑棋再提，这一带白棋还有断点，而这个地方白棋的棋形已经被彻底破坏掉，所以实战当中白棋选择了尖逃出，黑棋直接提吃了2颗子。聂卫平九段戏言，这个地方黑棋因祸得福了，但实际上没有祸，一直都是福。这一带走完之后，黑棋不仅将白棋的眼位破掉，脚步的实地收获巨大，同时还是先手，因为接下来黑棋这步冲，白棋3颗子被吃是无法忍受的。实战当中，白棋选择虎在此处，希望能够先手将这带变强，再回到上方连回。但这手棋同样也是严重的问题手，此时研究室当中研究出了这步刺的手段，
这确实也是局部最厉害的下法，一选。这手棋走完，意在试探白棋的应手。如果现在白棋粘住的话，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部就有严厉的一手，下一手棋黑棋可以直接并在此处强行封锁分断白棋。白棋如果再冲，黑棋挡住，接下来当白棋再去断的时候，黑棋可以再次厚实的一双。这一双完之后，一来中央要将白棋冲断，二来边上这两颗黑子一旦连回，上方的白棋也不活，这个图白棋即将崩溃。而如果白棋此时选择强硬的在此立下反击，那么黑棋直接切断即可。接下来白棋断吃，黑棋提，白棋冲在此处找劫，威胁吃住两颗子的时候，黑棋就简单的退手。白棋再提，黑棋可以从下方一带断打过来。这样的一个结果，现在白棋无法再应，因为下方如果应，劫材越来越多。而白棋消劫，黑棋再一点，将下方这块棋全部吃住。总体来看，双方形成转换，但是由于这一带黑棋的这块棋还留有一些借用，中央这一带并不干净，脚部也有二路的扳等等的搜刮手段，这两块棋的转换不成比例。接下来白棋如果在这一带再补一手的话，黑棋就飞在此处，这样的一个结果，黑棋大优。所以这个图一举就将黑棋击溃了。那么实战当中，刘晓光没有选择这样的下法，下一手棋他选择更为稳健的直接扳住，白棋断，黑棋粘，白棋再打，黑棋长出。接下来白棋回到上方，连回了3颗子。但即使如此，此时黑棋也已经是大胜的局面，胜率接近100%，盘面领先将近30目。因为这一带黑棋随时有冲了作战分断白棋的手段。当然实战当中，刘晓光此时已经进入读秒，下一手棋他现在脚步扳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打将。白棋挡住，黑棋再打，白棋粘的时候，黑棋终于算清了变化，下一手棋直接在中央冲了过来，白棋只好挡住迎战，黑棋跳一手，又是局部的好手。现在我们看上方的这块白棋依然没有活境，而中央白棋也留有断点。此时白棋如果直接再次冲的话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再断，黑棋一双，和之前的变化相同。下一手黑棋连回这颗子，和这一带切断白棋成为剑合的好点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小林觉也拼尽全力坚在此处拿捏黑棋的棋形。这个时候如果黑棋直接退的话，那么白棋有在此冲了之后再冲，然后将黑棋分断的手段。这一带黑棋存在断点，但黑棋如果补，白棋一冲反而将黑棋断掉，这个结果白棋一举逆转。但黑棋当然不会中计，而在尖的时候，如果这一带黑棋选择虎联络的话，那么白棋可以冲了之后再一冲，如此一来，上方的白棋与中央白棋会师，这个断点的威胁和封锁的手段自然也就都消失了。但是在战斗当中，刘晓光真正的爆发，下一手棋黑棋在下方先打一手，要求白棋补活，同时也是打将。白棋打吃，黑棋提，白棋做活的时候，黑棋直接挤了上去，这是一锤定音的手段。这手棋走完，白棋实际上已经崩溃了。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白棋这个断的手段不成立，黑棋当然不会吃这颗子被白棋滚包，黑棋还是可以双在此处。白棋再吃，黑棋恰吃，白棋提，黑棋一打，上方的白棋不活，中央白棋留有断点，而黑棋已然是联络的形状，所以这个图白棋崩溃。实战当中，小林觉选择了从下方去冲，黑棋厚实粘住，又是好手。这一带白棋接下来只好顶在此处。如果白棋现在在这带继续冲的话，那么黑棋的这步挤是好手，上方有提劫断吃上方这块白棋的手段，这一带同样也有断，白棋还是难以兼顾。实战当中白棋在此冲，黑棋马上在中央将黑棋切断，白棋打吃，黑棋长出。下一手棋白棋在此飞寻找眼位的时候，黑棋接下来直接在中央动手屠龙。这一带
黑棋外围的后卫发挥了作用。白棋挡住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再粘，下一手棋黑棋一尖。刘晓光九段坦言，此时他已经看清了这个局部所有的变化，中央的这块白棋无路可逃。下一手白棋跳在此处，黑棋马上再次冲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再冲。现在白棋如果强行分段的话，那么黑棋打完之后再次一冲即可。这块白棋气太紧，黑棋的联络没有问题。实战当中白棋也没有再走，下一手白棋回到中央叫吃，黑棋就后势粘住。此时白棋当然可以逃出这4颗子，但是黑棋只要粘住，将中央全部城控，随即大胜。实战小林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强行提吃在此处。黑棋这一跳的时候，这盘棋实际上已经结束了。接下来白棋挖，这是寻头场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再粘，黑棋粘住。白棋再断的时候，黑棋一双，黑棋自身的联络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而中央的白棋做1只眼都费劲，更不要说做出2只眼。看到此处，小林觉有风度的认输了。这盘棋仅用了6小时42分钟，创造了擂台赛用时最短的记录，而从本局进程来看，是刘晓光生涯的完美名局。虽然在当时对于右上一代的战斗认为刘晓光亏了，但从人工智能看来，这恰恰是锁定胜局的招法。全局黑棋的吻合度 71.1%， 一选率 50%， 全局胜率从始至终没有低于过 50%。 小林觉也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名将，失利过后他依然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，与刘晓光复盘。复盘过后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大家回到餐厅用餐。刘晓光要了一碗热汤面，大口大口的吞咽起来，补充消耗的体力。聂卫平此时对刘晓光说，明天你只要轻装上阵就行了。然而刘晓光却说，前2家擂台赛我都输了，这次虽然赢了3盘，但只能算作将功补过，我还要继续获胜。刘晓光雄心勃勃，心气高昂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他在擂台赛上的大爆发。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